Hello, matricians. It is December 28th, and we are holding this December AMA, which is the last AMA for the year of 2023, with our CEO, Mr. Owen Tao. How time flies. And allow me to have a belated Merry Christmas to you, every one of you, and your beloved ones. 2023 is a year full of challenges and also achievements. We are proud of what we have achieved, and we also have to admit we have some improvements that I think that's very common for every people and every projects. All right, without further ado, let's see what question do we have for this last AMA for 2023. Hello, Mr. Owen. Hi, Eric. Hi, my Okay, good to have you with me for this last AMA for 2023. All right, so let's start with the first question, which comes from Cancel SA. The question is about the tokenomics. It is like this. Can you give an overview of main token tokenomics? Will the design of the token rise and fall with the success of the platform? Does it include any scarce path such as equity, storage, or burning? Yeah, this is about the tokenomics of our Matrix AI network, and I'm sure a lot of people would like to know, and we have this information available at our telegrams. Yeah, so Owen, could you answer this question, please? Okay. Okay, sorry, I have to interrupt you before you start. And as usual, we are holding this AMA in Mandarin. So Owen can convey more information as usual to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for education purpose. So you have a better picture of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s. Thanks. Yeah, Owen, sorry about that. OK。好的。我们在这个最开始设计慢的这个 tokenomic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参考了很多，就是当时的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些项目吧，其中包括 Bitcoin、Ethereum， 还有像当时的这个 Ethereum OS 等等等等。然后最后我们来综合了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和优点，包括我们对未来的就是本身我们对 Matrix 的一些思考，就是我们希望它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些东西，我们来创造了我们独一无二的这个 tokenomics。慢的这个代币经济呢，其实它包含了对于它的价值本身呢，其实这个我们来恒定一个东西的价值，一个东西的价值，其实我们是从几个角度来恒定的，来决定一个东西的价值的。那么对于这个慢 token 来说呢，它的价值其实也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就是慢的这个需求，那么对于需求来说呢，那么其实就是慢在这个生态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应用场景。那么目前看这个慢的主要的应用场景，它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如果你想成为我们这个线上的这个节点，无论是 miner 还是 validator 也好，你需要去质押一定的慢的 token。另外呢，如果是你想在这个 Manta 里面去就是为其他人提供这种算力服务呢，那你也需要去质押一定的慢，来作为这样的一个做一个保证吧。对，因为我们这里呢对一些这个作恶的行为是有些惩罚的，所以你必须有质押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个就是慢的需求里的第一点，就是那么你需要去质押它来参与我们的挖矿也好，或者是作为 Manta 的去提供服务也好。然后到现在呢，就是第二点呢，就是如果你需要在 Matrix 的这个平台上去为其他人去提供服务，对，那你其实也是需要去质押一定的慢的，就是因为我们为了去保证在前期我们为了去保证服务的一些质量，比如说我想在 Mandas 去给大家提供一些公开的服务，那么其实你都是需要用慢来作为一个保障的。当然慢慢的随着这个我们线上的服务越来越多，那么其实这个对于服务的筛选呢，就会换成一种全新的形式，是由这个市场用户来决定的。
就是被用户更认可的或者被使用更多次的这个服务，它就会有更多的这种展示或者被选择的权利。那个时候其实就不需要有质押的这个行为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你在这个 Matrix 上，你去购买任何的服务、任何的商品、产品，或者是你都是需要用慢来作为这样一个介质的啊。比如说你想在 Manta 上去购买算力，对，比如说你想在 Manus 上去购买服务，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体系中去购买那些已经资产化的数据，这些都是需要使用慢来作为这个支付介质的。那么这些呢，就是慢它最主要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对我们，而且我们想，我们也在不断的去丰富这样一个生态。比如说我们未来在做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对，包括这个我们未来可能要做的 Intelligent Contract， 包括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如果是去跟其他的平台或者是跟其他的 blockchain 去有任何的合作，那么在最开始你去创建这个，包括你的这个Avatar 需要去迁移到其他的平台的时候，那这些都是需要使用慢的。所以我们在第一，我们有很多这个慢的使用场景；第二，我们也在不断的去丰富这个场景，给它创造更多的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需要它的这样一些机会吧。那么我们也相信，这个随着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随着这个 Web3 的发展，对，那么在慢上 Matrix 上需要用到慢的服务和场景将会越来越多。那么越来越多的这种需求，那么将成为这个对慢的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点。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决定这个一个资产它的价值，另外一方面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供给。对，供给其实有两个点，一个是它的这个供给量的变化，第二就是它的成本。其实这里我们是借鉴了这个 Bitcoin 的这样一个思考的。Bitcoin 它大概每4年会减半一次嘛，那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慢基本上每1年都会减产15%。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把它的这个产量越来越降低，从而来提升它生产的这个成本。用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跟 Bitcoin 同样的方式，让慢的它的这个价值锚定点它不断的抬高。那么就是我们去，比如说我们人都会有一种惯有的思维嘛，对吧？就是我一个东西我创造它的成本是多少钱的时候，那么我再将它卖掉，它的市场成本就不应该比我去创造它的这个成本会更低。就拿黄金来说吧，对吧？目前可能采黄金的这个成本可能每一克大概是$30。对，那么黄金它的这个价格就不可能跌到$30下面去，因为大家都会有这样的共识，认为这个东西的价格一定是比产生它所付出代价会更高。对，所以慢的这个 tokenomic 它的核心，我们来维持它的价值呢，核心就是从供给和需求这2个方面来做这个平衡，让慢它更具有价值。然后在平台上呢，其实我们并没有像这个 equality 这些，我们并没有这种，但是我们是有 burning 的，就是慢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大家都知道，在不同的这个 blockchain 上，我们就拿这个 Ethereum 举例，对吧？它上面其实是有2种代币的，一种是原生代币，原生代币就是 ETH， 一种就是 token， 就是我们在这个 Ethereum 上去发这个，我们在 Ethereum 上去发这个智能合约的时候，我们可以发一些新的 token。对，然后这个 token 再去有一些为一些专门的生态去使用和服务当然，就是原生代币在以太坊中是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功能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交易这个所支付的 gas 费都是从以太坊来支付的，所以Matrix 在这点上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设计，就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其实不需要有太多的公链，而你又希望说，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这个gas 费，这些交易手续费，可能我作为一个项目，如果说我的流量非常大的话，那我希望这些费用是由我自己的这个原生生态的这些资产来进行支付的。那么其实Matrix 在这一点上呢，我们做的设计就是说，你其实不需要去发一条新的公链，对吧？你可以直接在 Matrix 上去发一些新的原生代币。对，它其实在这个体系中和
慢的这个级别是评级的。当你去发行一个新的原生代币的时候，那么你需要去销毁一定数量的慢，你才能去发行一个新的原生代币。对，然后当这个事情完成之后，那你就会获得一个跟慢同级的这样一个原生代币的存在。那么你的生态里的所有的项目也可以基于你的这个原生代币再去发新的 token， 而你的原生代币也可以用来去支付这个矿工的 gas 费，也可以变成矿工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挖矿的产出。那么矿工在打包你的交易的时候，你可以用你的这个原生代币去支付。所以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设计，所以就是慢在这个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销毁方式就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是欢迎大家，其实未来这个 Matrix 它未来的很多性能上啊，包括功能上的一些升级，其实我们并不希望大家再去不停的去开发一条又一条的这样的公链。这个其实无论是对于资源浪费来说的话，还是未来大家之间的这个生态互通来说，都是非常不友好的。对，所以我们采用这样一种方式。那么我们就在一条公链上，大家如果有这种需求的话，大家去发自己的这个原生代币就好了。那么就是这条链也会因为你发原生代币会划分出相应的一部分资源去支持你的这个生态。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设计吧。好，谢谢。Okay. Yeah. Thanks, Owen, for so much details in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And allow me to mention that we have an article that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 that we have done in Matrix 2.0 that you can go to our website to have a look. And in there is some parts describing the what Owen just mentioned about creating your tokens on the Matrix main network. So please do enjoy the reading. So, and now we will have two questions about Morpheus. Okay, the first question is from Alurak204. The question is like this: beyond answering queries, how does Morpheus empower users with knowledge and information? Are there educational features that guide us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topics or concepts? 陶总。好的。目前这个 Morpheus 跟其他的主流的这种大语言模型，它的工作方式是一样的，主要都是通过问答的方式来就是一问一答的这种互动方式，来为用户提供他所需要的这个知识和信息的。我不太清楚你提到的这个 educational features 具体是什么。我的理解可能是，更像一个这个使用的引导，就是像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有一个新手引导的这样一个功能。我认为你这是提了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对，就是我们的确是可以在这上面去加入一些这个引导功能，让用户他来更好的来使用这个 Morpheus 的这样一个产品的。但是就是我们也一再提到过，其实 Morpheus 我们设计 Morpheus 它的初衷其实也并不是像 ChatGPT 这样我们去做用一个通用的一个语言的大模型。对，我们更多的是想未来的这个往未来的这个我们的这个 Avatar Intelligence， 我们希望 Morpheus 能成为它的一部分，就是用户通过与 Morpheus 的这个交互来更好的去就是让这个 AI 去理解你的这个思维方式，你的说话方式，从而能在这个虚拟世界中去创造一个你的分身。对，当然就是我们在去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为它去设计相应的这个引导的，我们会尽量把它做得很简单，让用户可以比较简单的来体验这样一个功能。好，谢谢。Okay, 好，thanks Owen. Yeah, just allow me to repeat that our Morpheus by no means is to compete with ChatGPT. It has its own function or roles in our Avatar Intelligence roadmap, and that we have mentioned in various articles. So please go to our website or go to our telegrams to ask our moderators for answers. All right, if you have anything unclear about Morpheus. And thanks for your question. And the second question about Morpheus is from the same person. Can Morpheus operate in offline mode? And if so, how does it handle
user queries and interaction were not connected to the internet. Owen? 那好的，目前我们的 Office 这个 Morpheus 跟这个像 ChatGPT 这些大模型一样，我们目前是并不能去支持一个离线的状态，因为这个模型它里面的这个参数模型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 PC 你是没有办法去跑这样一个模型的，所以它的这个问答的这个体系，它并不能在本地的去给你做这个推理的过程。对，所以呢，就是目前我们的方式是你必须连线才可以去使用这个功能。当然到了未来的时候，我们看看是不是可以也会提供一些这种可以在本地运行或者使用一些边缘计算的一些 Lite 版本。当然，这种 Lite 版本它的效果肯定和你在线上用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绝对达不到线上的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对，所以就是目前你要去使用 Morpheus 也好，你或者要使用其他，比如说 ChatGPT 也好，你一定是要连线来使用这个功能的。这是 Morpheus 目前的情况。Okay, thanks, Owen. All right, so let's take a break and then we will answer some questions about intelligent contract. And intelligent contract, we start spreading information about this starting from yesterday. So we have two questions about this. And the first question comes from RHUBB. Could you explain how AI oracle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functionality of intelligent contracts and what role they play in enhancing the capabilities of the contracts? Owen? OK， 目前我们说这个 Oracle 其实就是在 blockchain 里头，其实它的意思就是一个预言机的作用。对，它其实是预言机。那么就是就预言机来说呢，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功能呢，它其实是为了连接一个中心化的世界和一个去中心化的世界。因为我们是目前是就是我们在推崇这个 blockchain， 我们在推崇 Web3， 其实最重要原因它是打造了一个去中心化的系统和生态。但是呢，就是我们的一些事情还是在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中在发生的。那么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现实世界它运行的这个原理呢，而它又是一个中心化的东西，所以呢，这两者是有一个冲突的。对，那我们如何是能在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开发一个这个就我举个例子，我们开发一个在这个 blockchain 上，我们去开发了一个这个预测这个足球比分，就当世界杯吧，预测世界杯的结果的这样一个类似于这个有些博彩的这样一个小工具，对吧？我们来，比如下场比赛是巴西对阿根廷，对，那我们想判断巴西赢了还是阿根廷赢了，因为大家可能会用，比如说用曼去下注，比如说我花2万曼来买这个阿根廷赢，埃尔克花了3万曼来买巴西赢，对不对？那么如何来判定我们两个谁最后买对了可以把奖金拿走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就需要 Oracle 了，对，就是需要这个预言机了。因为我们在这个去中心化的世界中，我们并没有办法去读取到现实世界中的这种比赛的信息，这个是没办法去得到的。所以呢，我们为什么需要预言机呢？那么预言机它就可以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接口，它其实是采用一种可信的方式，把中心化的数据给传到去中心化的世界里来。对，传到去中心化世界里来。从而呢，那就是用户呢就可以通过预言机来上传这种，就是我们的合约里可以通过预言机去抓取到这个比赛的结果，然后返回过来，比如说告诉我阿根廷赢了，那我就可以把奖金拿走；比如说巴西赢了，埃尔克就可以把奖金拿走。所以预言机呢，就是目前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这样一个功能。所以我们今天来说这个预言机，它做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作用呢，它其实并不是单单的去针对于我们的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它其实是对所有的这个 smart contract 都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在这个如果我们单纯的做一个纯去中心化的一个应用的情况下的话，这个预言机是没有意义的，就是预言机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但是我们一旦就使用到的这个就是我们做线上的这个 contract 也好，或者做 DApp 也好，我们需要去获取到现实中的一些数据的时候，
就拿我刚才的比赛的为例，或者说在未来我们去做这个 DID， 它需要获取到我现实中的一些信息的时候，那我们就必须有预言机的存在。对，我们就必须有预言机的存在。没有预言机，那么去中心化的这个世界和中心化世界它就是一个完全分离的世界。那么这个情况呢，其实它也会一定程度上去限制去中心化世界它所能发挥的能量，它所能涉及到的领域。对，所以预言机就这个 Oracle 对于这个我们的 Intelligent Contract 也好，对于这个Smart Contract 也好，或者对于整个这个 Web3 的世界也好，它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产品。那当然未来我们现在也在开始有一些项目开始把这个人工智能与这个 Oracle 去进行结合，如果它能很好的结合，对，当然是我们希望这个 AI 一定是像 Matrix 的这种去中心化的方式。那个时候的预言机就是第一没有人为的干预，第二它又是一个去中心化预言机，那么它一定是一个比目前像这些 Link 呀这些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而我们在去中心化世界中去做的这种应用，他们也真正意义上的去中心化啊，这是我的一些看法。谢谢。Okay, thanks, Owen. So, Owen just given us an interesting idea about using the oracles for gaming applications, and that is an interesting idea. If anyone want to build that on Matrix AI Legwork, do approach us. Okay. And then the second question about the intelligent contract is that what sets intelligent contracts on Matrix AI Legwork apart from traditional smart contract in terms of features and capabilities? I think we do, in the article that we just published yesterday, we do mention a lot of modules, and that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what it is and why we are doing this. So, but I would also like to invite Owen to give u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aside from the article that we just published yesterday. Thanks, Owen. Yeah. 对，因为我们也写了有篇文章专门来介绍我们的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 它的一些功能啊，以及它的一些原理的特性这些东西就是首先在这里我们要来说一下，就是Intelligent Contract 它和就是传统的 Smart Contract 就合约本身来说的话，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并没有什么不同。Intelligent Contract 它和传统的这个Smart Contract 最大的不同是在前端上，就是我如何获取到这样一个智能合约。对，就好比我们今天要写一份合同，我跟 Eric 之间，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个这个房产的交易，我们两个需要一份合同。对，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如何来获取到这个一个合同的这个方式。那么就是传统的方式呢，我们来举个例子，就是传统的方式呢，比如说我跟 Eric 需要进行一个房产的交易，那很简单的方式，传统的方式就是我们两个会找一个律师来帮我们来起草这个合同。对，那么这个到了 Intelligent Contract 的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不需要找律师，就是 AI 来替我们写这个合同。对，这个是两个的一个区别，就是所以我们去创造 Intelligent Contract 的一个原因，其实我们是希望降低用户使用这个合约，包括用户进入这个 Web3 的这样一个门槛，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合约是这个 Web3 世界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功能，我们希望每个人都可以用它。但是如果你不会编程的话，其实你想去用这个功能，你想去用智能合约，其实是很苦恼的。所以我们创造了做这个 Intelligent Contract 呢，其实就是想用户我不需要去会编程，对吧？我会说会写，那么这个我们希望 AI 来替我们来生成这个合约，这个是我们希望达到一个目的。所以呢，它和传统的智能合约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前面的这一段，就是如何来生成这个合约的这个形式。对，然后到后面的这些部署的流程其实就是一致的。Okay, thanks, Owen. All right, so we done questions about Morpheus and we done questions with intelligent contract, and let's shift gear to things a question related to BCI 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irst question comes from Descam. Hey, I wonder how I can prepare now to have my AI clone. Thanks for your excitement. Is there a device I can buy to scan my brain waves? When can we expect the first trials? Owen? 非常感谢你对这个东西这么感兴趣啊。其实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采集脑波的一个原型机，对，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围绕这个原型机，我们想做一个设计来做一款就是第一个适合它的这样一个产品，而不是单纯的去做这个脑波的扫描，因为我们觉得就是单纯的做脑波扫描的话，其实它的市场价值还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脑波还并不能，就是就这件事情来说，它还并不能去给你提供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所以我们单纯做脑波扫描的情况下呢，其实很难给用户提供一个足够的商业价值。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想把这个东西和就我们目前打算商业化的一些东西做一些融合，做一个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可以商业化的一个产品来说，来就是它既可以提供一些用户他在日常中所会需要的一些功能之外，还可以扫描用户的这个脑电波并把数据上传，去帮你去存储和建模。对，我们目前正在做这件事情。我现在并不能给你一个很准确的时间，你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这样的设备。但是我们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当我们的这个计划确定之后，我们会尽快的来更新相应的这些细节。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成为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第一批的这样一个用户。谢谢他的。Okay. Then further to considering the connectivity of multiple minds, what is Matrix AI Network's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 in the digital space? How do you foresee the evolution of this technology impacting various industries and user experience? Good question. Yeah. Owen, do you have some insights to share with us, please?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是我们真的去实现了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思想的或者是脑电波的这个联通的时候，那么其实人类就不需要去使用语言去沟通了，我们其实就可以直接使用脑电波去沟通。就目前我们对这个脑电波的这个当然刚才那个场景是非常符合我们对一些这个科幻片或者是对一些外星人的一些畅想。就目前的这个脑机接口这个科技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我们还看不到在短期内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场景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未来可预见的一段就是比较短的时间内，如果是我们来形成这个就来使用这个就是脑机接口来进行多人的这种交互和共同来完成一些事情的情况，这个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跟你想象的这个是不一样的。目前可实现的情况其实就和我举个例子，就和我们玩游戏的感觉是非常像的。对，就是我在操纵一个游戏的角色，那你也在操纵一个游戏的角色，我们在游戏中去实时的去完成一些任务。对，比如说去铸造一些游戏中的道具，或者去完成一些游戏的内容。那当然我们都是各自通过自己的脑电波来进行控制的。区别在于和就是刚刚你提到的那个情况的区别在于，就是我们虽然是都在用这个脑电波来在这个虚拟世界中一起来做事情，但我们其实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对，我们并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而是我们的这个脑波它转换成了数字信号，到了一个虚拟世界中，再由虚拟世界中的计算机进行处理，包括你的包括我的，然后收到我们的结果之后，大家来产生一个共同协作的这样一个结果。对，目前可以预期的在短期内，如果是大家通过脑电波来协作做一些事情，那我认为一定是我刚才提到这种情况，而不是我们直接就通过大脑去进行沟通交流，然后再去协作出一个东西来。这是我的一个看法。Okay, thanks, Owen. So it is already 30 minutes for this AMA, and we will have the last question for this AMA, and still related to BCI. How does Matrix AI Network prioritize a user-centric design in its user-machine interface, ensuring that users, regardless of technical expertise, can seamlessly leverage their neural signals for deeper an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Quite comprehensive. Yeah, Owen? OK，
就我们目前的这些产品，包括我们之前做的一些 demo 来看的话，其实你想去完成我们目前可以做到的一些事情的情况下，其实是不需要太多的这个相关的专业知识的。然后就是这个东西的发展应该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最前期的时候，这个产品它一定是说它并不能完全用大脑来完成所有的事情，一定是大脑完成一部分，然后我们结合着计算机或者是结合着手机来共同的来完成一些指令的。所以到那个时候，这个界面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个尽可能的简单，同时也会给用户一些相应的用户指导，让用户来尽快的来熟悉这个东西。当然这个东西操作界面一定不是很复杂的。然后到了未来的时候，当这个脑机的这个东西就是它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更不需要一些专业技术知识，因为你大脑里去想什么，就是在虚拟世界中就可以去产生相应的一些映射。那个时候反而的操作要比现在要简单很多。其实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用去考虑什么，就是这些操作界面的设计问题了。其实我们更多的考虑说如何更准确的去理解用户的这个脑电波信号。那个时候更重要的是那个东西。当然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会更可能的把这个用户需要去辅助的这些界面做的去更简单一些。Okay. 好，谢谢。Good. Thanks, Owen. Right. So of all these questions, 在这么多的问题里面，麻烦陶总选一条问题是最有启发性的，是哪一条？我想一想啊。多人交互吧，这个吧。刚刚倒数第二个问题吧。Okay, right. Multiple minds. All right. Good. So that concludes the last AMA for 2023. And looking forward to 2024, I'm sure it will only be more exciting than this year. And Owen just slightly mentioned something in his answers in this AMA and actually in previous AMA too.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 quite excited about it. And as I said, 2024, it will be even more exciting than any years that we had with Matrix AI Level. So stay tuned with that. And meanwhile, thanks Owen, and wish all magicians all the best for 2024. Stay patient, stay hungry, and stay humble, and to embrace yourself with the learning materials that we provide and to equip yourself better for the new future. Thanks everyone. Thanks Owen. Happy New Year, everyone. Yeah, right. When you are watching this AMA, it is 31st of December. That is the last day of 2023. Yeah, allow us to have a greeting for a Happy New Year to you and your family. Thanks. Bye bye.